皇上要本宫和纯贵妃去劝和敬公主啊。是。皇上怕是自己为难。皇上虽然决定让和敬公主下嫁，可心里总是不好受。若贤主和纯贵妃能劝得公主乐意接受的话，那皇上心里也好受些。本宫明白，也是该替皇上分忧。可公主的性子，怕是不好劝。和敬公主是皇后所出的嫡公主，性子倨傲，一向是不好说话的。有劳贤主和纯贵妃了，纯贵妃已经知道了，正在赶来，要与您商议呢。本宫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。主儿，看来您跟纯贵妃有钉子要碰了。也许吧。劝和敬公主这事儿啊，不能越过皇后。午后等皇后服了药，精神些，咱们先去面见皇后。眼下不是应该先去劝说和敬公主吗？皇上并没有让您先去见皇后娘娘啊。皇后娘娘是和敬公主的额娘，这事儿也瞒不了她。父后是本宫的亲弟弟，怎么能利欲熏心？听朝臣们说，横提下嫁科尔沁部的好处，就这样让本宫同意景色出家了。就连张廷玉大人都在皇上面前进言了，您再舍不得母女分离，也得为富察氏上下打算呢。本宫怎会不知道？联姻科尔沁部对富察氏有莫大的注意，也可帮助皇上制衡蒙古大部。可是本宫身为人母，舍不得景色。可傅恒大人说，天大的好处不能给了太后和钮祜禄氏。本宫这一辈子都在为了富察氏，就不能许本宫私心一回吗？傅恒大人说，您病重，不能不想到万一。如果谁还能为公主的婚事打算呢？他们哪里是为了本宫和景色着想？他们满心里只有富察氏的利益。您是大清的皇后，更是富察氏的皇后啊！本宫为了富察氏的荣光，已经耗尽了心血，舍出了一生，结果连自己的女儿也要跟着本宫一同牺牲。娘娘，应该吃药了。娘娘，贤贵妃来了。今儿倒是热闹，嘉妃刚走，你就来了，人人都往本宫跟前凑。臣妾是来禀告皇后娘娘，皇上命臣妾和纯贵妃去劝说和敬公主远嫁蒙古科尔沁部。皇上思虑再三，宁舍一时之情，也为公主找一个最好的去处。本宫身为皇后，皇上有什么事儿，自然会亲自来跟本宫商议，无需你来告知。再者说，本宫母仪天下，与皇上一心，自然以国事为重。景色是嫡公主，何该为大清的江山社稷奉献一切？皇后娘娘不舍公主，但为了江山社稷如此通达，垂范天下。
令臣妾钦佩万分。您宽宽心，对凤体也有益。你不要总惦念当年差点成了皇上的嫡福晋，现在看着本宫体虚，就想越俎代庖。臣妾还并无此意。皇后娘娘提起这些事儿，这么多年是皇后娘娘放不下，心有执念，难免行事悖乱。本宫是大清的国母，从来行事清明，何来的悖乱？皇上了解皇后娘娘，心系天下，更心系富察氏。皇上知道皇后娘娘会允准和敬公主嫁往蒙古大部，一是为了江山社稷，二是为了公主有个好的归宿，和富察氏互相扶持，延续富察氏的荣光。出身大族的女子，哪一个不是为了家族的荣光费尽心思？当年，你的姑母景仁宫不也如此？她费尽心思，把你塞给三阿哥和皇上，又为哪一般啊？你啊，不过是想费心，也族中无人罢了。臣妾族中是无人，臣妾更无儿无女，不似娘娘般福泽深厚。臣妾能从冷宫活着出来，也实属不易，只想过简单随心的生活，不想似娘娘般被族中亲人逼迫，做着违心之事，含泪带笑，更不会和儿女生离死别。你少在这里扮伶牙俐齿，劝得服景色，才算你对得住皇上的吩咐。皇后娘娘请保重凤体，来日还要送和敬公主出嫁，臣妾先告退了。娘娘，娘娘，你没烫着吧？你消消气，千万保住身体啊！公主，贤贵妃娘娘和纯贵妃娘娘来了。坐吧。公主在看女则啊，想必是崇敬长孙皇后的言行。皇上已经想好了，公主嫁往蒙古科尔沁部，婚事就定在明年3月，草长莺飞，春和景明，果然是公主出嫁的好日子。我不嫁。即便我真的要嫁，我乃中宫嫡出，婚嫁大事岂是你们2人可以向我冒昧提起的？自会有皇祖母和皇阿玛、皇额娘向我说。公主说的极是，此事原本不该我2人开口，只是公主也是知道的，皇后娘娘病弱，无暇顾及公主，皇太后年事已高，皇上要一心忙于朝政，所以才将此推心置腹之事交于我2人。说来呀，皇上真是心疼公主是嫡女，所以才选择了蒙古科尔沁部最尊贵、最至亲的王爷为额驸。这门亲事啊，果然是门当户对。你不必拿皇阿玛来压我。纯贵妃若觉得远嫁蛮荒之地甚好，何不让你自己的女儿出嫁呢？这景言才2岁多，要如何出嫁？
公主，蒙古铁骑向来是我大清安定四方的后援劲旅，满蒙联姻也是先祖就留下来的规矩。那又如何？我不喜欢，自然不讲。公主想天下之养，就该为天下倾尽心力。更何况这次只是让公主遵循满蒙联姻的旧俗。父母在，不远游。皇额娘抱病，永从夭折。我身为长女，理应承欢膝下，洒扫侍奉，以全孝道。公主的这门婚事要尽的就是皇后娘娘的孝道。怎么可能是皇额娘？她怎么舍得我这唯一的女儿？7、2个早伤，皇后娘娘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公主您一个人。若要中宫之位稳若泰山，就需有强劲的依靠。公主嫁往科尔沁部，便是最好的打算。贤贵妃，何必把这些事情与公主说穿呢？公主不懂父母的苦心，本宫要跟她说一说。公主若不明宫中的道理，本宫也得跟公主明一明。皇上执掌四方，就需安邦定国；皇后娘娘位至中宫，就需母仪天下。公主是天之娇女，就需为大清尽心尽力，为皇上、皇后尽辅佐之责。在这宫里边，卑微如奴才，尊贵如公主，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责任，别无选择。